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22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英伟达财报后高开低走的长阴线有没有把你吓到呢？这里的量价关系告诉阿哲，下跌是买入机会。Meta 日线、周线都出现了神奇九转信号，中长线投资者可要注意了，巨头抄底机会有可能来临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57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而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技术分析。那么阿哲会告诉大家一个美股大概率能够抄底成功反弹的一个规律，以及呢，在目前市场出现这种大阴线之后，我们呢一般的操盘策略。最后还会用趋势交易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当前的趋势有没有反转。而在明白指数的分析之后，我们再来到个股解析。个股方面，我们会看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博通、AMD、HOD、HMS、APP、Circle、PLTR、Coin、Coaway、OKLO、美观、谷歌、亚马逊、苹果、SOUN 等以上个股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观看。当然，如果您是卫星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就是在目录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个股标的要阿哲呢去解析，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需要去观看，或者说都有兴趣去观看，所以阿哲呢也把视频当中每一只标的的内容是分了段落，定好了时间轴，所以您点击时间轴上对应的个股，可以优先观看最想要了解的那一只股票。希望这个设置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么第一部分，阿哲希望大家是不要跳过的。那么第一部分非常关键。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些观点。在上期视频英伟达财报之后，市场在盘前出现了高开一个现象，但是高开之后立马出现下跌。那么这个高开的动作有没有办法能提前知道它是一个风险？其实是有的。我们在盘前解析当中其实有讲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位。而对于右侧投资者来讲，你呢要去追涨，要去买入，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上期视频讲过，是收盘价在这个影线之上收盘，然后去做右侧追涨买入。否则，如果这里是压力，就不要随便买进。当前的市场通过这根下影线，我们可以看出已经是空方占据一个优势。而如果想要再去走出趋势的上行，是有点困难的。后续的每一次上涨还是以反弹来去看待。我们曾经说过，在上升趋势当中出现了长长的下影线，它的低点是不能被跌破的，而后它应该有支撑的效果。那么这一根下影线虽然多次有产生支撑和反弹，但是都不能够站在它的一个影线之上，所以当前这里有支撑，而后它被跌破了，所以目前的影线区间则转为压力。后续市场往上的反弹，这里都容易出现压制。而从当前的股价走势来讲，下周反弹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下周呢关注这个影线区间所产生的压力。那为什么说下周去进行反弹的概率比较大呢？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第一部分所要将讲到的一个美股抄底规律了。其实很简单，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图板。那么阿哲所要去分享的一个抄底规律，其实是市场在下跌时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下跌的一个力量。如果股价再出现下跌，那么何时会产生反弹呢？它往往在市场出现了新低之后，会出现下跌动能的一个衰竭，而多次新低之后呢，市场往往会出现比较明确的一个反弹。也就是说，当股价见了一个高点，那么股价后续的下跌只要打破它的低点，就叫做一次的新低啊，可以叫做技术一。而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如果再次被打破，那么可以算是第二次的技术为技术二。那么以此类推，它只要连续打破正常，那么它在3次、6次和9次的时候是容易产生反弹的。比如我们来看一下本次这一波下跌，它是打了几次新低。那么这里呢算是一次新低，好，这里呢算是第二次新低，那么这里算是第3次新低。第3次新低之后去下跌，或者说等待收盘找买点，是不是这一波出现了一个反弹？好，3之后这里是第4次新低，然后第5次新低，那么这里呢是第6次新低，所以3后找买点，左侧低吸容易有反弹；6后找买点，左侧低吸容易有反弹。那目前这里是6，那么这里是7，这里是8，这里是9，也就是说当前从高点下跌以来，3、6都出现了相对的反弹，而后到9的地方，目前这里也同样容易产生反弹。
那么现在我们用以前的市场当中出现明显下跌的行情来去看待一下，它是否有如此的一个规律。其实股价呢在创新低的时候，在打破昨天低点的时候，或者说前期低点的时候，它都算是一次股价下跌的一个衰竭现象。那么在3次、6次、9次，它都会产生不同的一个衰竭程度。当然，如果它是一个上涨途中简单的回调，它一般呢可能打不到6次。比如说这里啊，它是0，好，这里是1次、2次、3次啊，3次就明显盘中反弹，见到低点。好，我们再以这个比较大的高点来看，这里是0，好，打破1次，打破2次，打破3次，市场反弹。好，反弹之后，这里呢是第4次，好，这里是第5次，这里是第6次，是吧？市场产生比较明显的反弹。在第6次之后呢，这里是一个第7次，这里呢是第8次，所以这里还不到9次啊。但是呢，靠近9次的时候，市场见到本次下跌的一个波段的低点啊，所以市场在下跌时，哪怕是波段下跌，它在经历了9次的一个新低之后，也大概率是在一个相对应大反弹的一个地方，至少这一波反弹啊，容易呢是远超之前的一个力度。好，我们再看到前期这里可以作为一个0之后呢，创新低是谁？这里是第1次新低，第2次新低，第3次新低产生反弹，这是第4次啊，这是第5次，接近了第6次产生一个波段的低点。所以在369啊，每次新低达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关注。当然，它具体呢也有一些其他买点。不过今天我们重点呢就讲一下这个规律。而当下的一个市场就是来到了一个9次新低，那么9次新低就是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当然有同学说，如果是这种大面积下跌呢，它可能9次不一定刹得住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一波下跌，它很明显啊，应该是不止9次新低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表现啊，高点呢为0之后打破，这里是1次，这里是2次，好，这里是3次，3次之后呢，在第4次的时候产生反弹，这里是4，这里是5，这里是6，这里是7啊，这里是8之后这里是9呢延续跌多了1-2根 K 线，而后产生了一波反弹，这波反弹力度是比之前的每一次反弹都要强一点。所以股价在下跌时，它的新低动作是一个多方的一个量衰竭消耗动作。它的消耗呢，在9次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很明显的情况，而9次新低往往会有多头啊明显的一个出现。不管是再怎么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大概率在9次新低之后啊，它容易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行为。而这个反弹是相对于之前啊，可能3次、6次时啊比较明显的。不过如果趋势是向好的，一般到不到9次新低，而到9次新低的动作啊，正常它会容易破坏趋势。而股价在一波明显反弹之后，我们可以从零数，比如说这里是0之后呢，1次新低，2次新低，3次啊，3次之后呢，这里是第4次反弹，这里是5，这里是6啊，这里是7，在6之后是吧，产生市场一个反弹，所以在3的地方、6的地方也是容易有衰竭点，容易有反弹点出现。那么我们回到当下呢就是第9次新低。那么9次新低的一个情况是大概率产生反弹，而且反弹力度呢往往是比之前啊的3和6是要大的。不过9次新低也代表了本次的一个下跌力度是远超寻常，它不是一个上升趋势当中所应该出现的一种下跌力度，所以这种下跌一般会对趋势有所破坏。我们等在第3部分去讲到这一点。那么以上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的美股抄底博弈反弹的一个规律，在3次新低、6次新低、9次新低时容易出现反弹的一个空方衰竭、多方进场现象。目前就是9次新低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呢是很容易产生一个反弹，而且是不错的反弹行情。所以阿哲在昨天周五盘前的广播当中就有再次讲到，目前的下跌没打破昨天的一个新低，那么可以去做一次交易行为，或者说左侧的低吸买入行为。像这一根大阴线啊，打破了前面的低点，可以做一次买进。而这一个周五的 K 线又打破阴线的低点，所以这里呢可以再次买进。后续如果再打低点是吧，依旧啊可以去做左侧的加仓行为。那么正常中左侧加仓是越往下，那么仓位呢可以越大一些，那么后续的反弹短线容易获利，并且不至于被套。当然这种行为呢一般来讲会比较激进一点，这个呢需要大家对于整体的交易水平有一定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果你左侧不太敢去买，那么觉得危险，那么右侧可以看一下复阴线的一个方法。复阴线呢是相对偏右侧偏趋势的一个买点，讲求的是一个突破买进。我们来看到复阴线的一些要求。所谓的复阴线其实就是传统 K 线组合当中的卧阴盖顶，它有2根 K 线组成，一根呢是阳线，一根是阴线，要求阴线的高点在阳线的高点之上，也就是说有一个盘中冲高的一个动作，有新高的行为。要求阴线的收盘价
比阳线的实体一半要低，或者说比它的最低价低会更好。那么满足这几个要求，它就是乌云盖顶。它一般呢有出货或者说砸盘行为。正常如果上涨反弹有利润，遇到它是要去卖出股票的。在本次的下跌当中，有一次反弹，我们也用到了这个支持点。那比如说当前你所看到的，像当时这一个高点反弹高点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负线？就是它比昨天的阳线高点高，然后它呢比阳线比它的实体一半收盘要低，所以这是一个负线。反弹时上涨时遇到它要小心风险，一般呢就要去减仓或者说卖出。那么像这一天它是不是也是个负线价格走势冲高遇到压力位，然后回落把昨天的一个阳线一半都吃掉了，最低价都吃掉了，所以它是个负线。像曾经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个负线，股价呢出现负线，一般上涨时有利润要去减仓了，后续呢是不是又出现一个下跌行为？所以负线往往在上涨时要小心它的一个风险信号，要去减仓，要去获利落袋。当然不是说每一次负线都一定是风险，有时候股价在连续下跌空方衰竭时所出现的负线呢，它可能是一个最后的砸盘行为。也就是说目前9次新低左侧是一种空方衰竭点，那么它有可能产生砸盘现象。这怎么去确认它是砸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负线之后的第二天为观察 K 线，而它的最高价格如果能被突破，则定义为砸盘，那么后续突破的一个交易点就是一个买点。那么换而言之，当前的股价它是负线是风险，没错，股价反弹出现负线是风险，而价格的第二天为 X， 刚好是9次新低左侧衰竭，又是负线的 X。 那么价格走势下周如果能够反弹收盘突破，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市场的右侧买点。当然因为它的上影线比较长，所以我们要求它突破它的实体，就要收盘站上，你也可以直接看涨做右侧买进也是可以的。你的目标位呢就是本次的飘带这个黄色带，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负线的交易点。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美股抄底规律以及负阴线乌云盖顶的一些知识点层面。那么听到这里，希望大家依旧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宝贵的点赞，感谢老同学的点赞支持。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您的建议。当然如果是新同学，那么除了点赞评论之外，那么阿哲视频假如对您确实有帮助，也千万不要忘记首次见面也可以点击订阅，成为我们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您可以在后续呢点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以后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由系统通知各位，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3点，叫做趋势交易。从目前的股价下跌，我们知道它处于左侧衰竭，当时这种下跌力度是远超寻常，是属于上等趋势当中不应该所产生的。如果简单画一根相对的趋势线来讲，它其实呢已经是出现了破位行为，而且是有效的跌破反弹再破位，所以目前的市场只能看反弹现象。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趋势交易类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发现这一个变化。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是讲过的，以及呢在本周的盘前广播当中阿哲也有讲过。您会看到这个彩虹带已经由紫色转为了黄色，我们说紫色代表中期的一个看涨，黄色代表中期的一个看空。只要你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应该都能看到这个指标。在我们美股的盘前广播当中，阿哲是不是也提到了市场呢容易高开，但是因为它是黄色带，所以你要知道黄色带代表压力，压力不过确认有效，那么市场下跌，这里将形成空方的序列。而之前是长时间处于紫色带，所以之前都是上升趋势行情，我们回调找买点。而如果市场进入到了一个黄色带，并且是持续的进入，你要小心了。黄色带一旦有压力的确认，那每次股价后续的反弹到黄色带都属于要去找空方点，亦或者是你做多的同学要在这种黄色带附近去找离场点。而当下的市场就是由一个紫色进入到了黄色，而且是长时间紫色进入到黄色。目前我们涨定为一个相对大级别的调整，而后目前在进行，直到后续能够转为紫色带，重新回归上涨，回归波段看涨。否则在此之前保持黄色带，那么哪怕有超跌反弹，也只能先做反弹，在黄色带附近都要小心风险。目前黄色带的区间下沿在 22,947.78， 所以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压力区，而它也是前方大阴线的开盘价附近的区域，股价反弹到这里将是一个大风险。而如果反弹都无法到这里，
再次下跌再新低的概率是极大的。那么目前从趋势交易来讲，我们已经不能够像前期那样子不断的回调去做多，回调去做多，而妄图能够每次都新高。因为当下呢已经走出了一个空方序列，所以股价呢一直是反弹，一直是反弹，而后它很容易新低，所以当前我们就只能够以这种惯性思维去看待，后续它是反弹为主，而后它很容易新低，除非有一次反弹很强劲，能够突破我们的黄色带，而后黄色带转紫色带，那么我们再重新波段看涨，再去看能够新高。那么以上就是我们3个部分关于指数的行情分析。接下来我们将讲到有关第2部分个股的解析。不过在此之前，阿哲有一个关于订阅粉丝同学的福利要做一个介绍。刚才我们说过彩虹带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都可以去激活去体验使用。只要您是粉丝订阅同学，您都可以看到这个指标。那是因为您只要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将会收到3重阿哲所赠送的福利。第1重福利就是彩虹带的1周体验权限，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都可以以紫色带为多头，而黄色带为空头，那么去进行交易，去顺势做趋势交易。你也可以看一下目前指数在黄色带中有没有股票还处于紫色带的，那么那些股票就是强势的趋势行情，我们后续如果要做多，也将以此作为主要方向。而福利2呢，就是阿哲的每天美股开盘之前的盘前广播和提示了。那么在周五的时候，盘前阿哲给到了一个支撑位是21,899.22。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周五的时候最低点是达到了21,898点左右，那么基本上就差1个点，所以这个支撑目前有效出现长线影线，出现一根阳线，所以下周大概率会有反弹行情。阿哲是不是也给到了一个左侧的策略，就是在22,185.87附近，或者说在下面，每次刷新昨天低点都买入一次仓位。那么这个逻辑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也就是说市场的一个新低将是一个空方的衰竭，空方衰竭接近9次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左侧交易，那么后续反弹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这是一种左侧低吸，而后续大概率能够把握一次短线反弹的一种动作。所以每天美股的盘前广播是阿哲的一些文字性的一些表述，那么可能对您也同样会有一些帮助。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在未来的1个月内您都可以在激活之后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提醒。注意了，订阅粉丝同学早熬助教可以有1个月的期限，可以免费收听阿哲的盘前广播。而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每周不重样的一些专题课程，是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精心去准备、去排课、去讲解的一些主题技术分析班课。像我们本周会讲到4节课，分别是机构操盘术当中的量能决策、趋势衰竭、买入必胜以及完美交易。这是我们在11月25号开始，在香港时间每天早上10点都会进行一个直播，内部直播不公开只针对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课程学习。希望这3重福利在订阅阿哲之后能够对您产生比较大的帮助，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在美股的实战中都能够对您产生帮助。感谢您首次见面就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个股解析环节。那么第1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图表当中，目前是走了一个震荡后下跌，而后它已经有效跌破了420我们所说的关键支撑位，目前是在前期的一个倒行缺口当中在震荡，而且这个缺口也已经出现了跌破的行为，它是受倒行缺口有所支撑，反弹420有压力，再次跌破倒行缺口，所以目前这个缺口它的支撑在变弱，在被反复的跌破。因为阿哲看待下周的一个行情反馈是有一个反弹，而且反弹力度应该还不错，所以特斯拉大概率会有被带动的一个情况。那么被带动反弹过程当中，缺口则从支撑转为压力，是第一个压力。如果能快速站上，说明缺口呢还没有有效跌破，而我们再去看到420的压力反馈。所以当前来说，这里如果下周反弹确定了缺口确实站不回来，那么麻烦了，下一个地方要看到367.34附近的支撑，所以这是一个空间逐渐打开，目前它已经走出下跌的结构，这是不太好的。所以关注下周如果反弹它的一个表现，如果下周市场反弹阿哲判定错了，而是继续下跌，那么它也一样，目标位还是看到367.34附近左边的这2个曾经被突破的高点，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我们再看到短线结构它的资金和动能上怎么去分析。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表，那你会看到它上方是什么动作是一个由紫色转黄色空方趋势带，
那空方趋势带被反弹时就是一个压力，而反弹不止这里是压力，左边缺口一被回补，立马有空方出现。我们说过，这种缺口反应说明目前是一个下跌市场，说明目前空方是占优的。那么缺口和飘带都告诉我们，目前是一个空方序列，那么市场目前就容易出现一个动作，就是反弹难创新高而容易创新低，所以这个地方的低点是很容易被打破的。股价在反弹之后，这里是压力，然后这里是容易出现被击穿的，所以当前看反弹力度，除非能站上飘带，而后扭转乾坤，把黄带转紫带，才有希望更进一步重新看新高，否则黄带之下依旧市场偏空，做多只能做反弹。我们看到飘带的下沿是多少 421.026 啊，这里呢作为一个空方带，而从短线来看，当前是保持红灯连续下跌，所以当下要转为绿灯，那么才能短线看涨。那么第一个目标也是飘带下沿作为压力，那么何时会转为绿灯，得要周一突破一个高点价格是 396.94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继续跌破下沿支撑 377.905，说明这个地方将会延续红灯，那么市场就还是一直走空，短线这里将很难止住的。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标的是 Meta。Meta 的一个股价走势，关注的节点是它的日线和周线都出现了九转信号，当然周线呢差一根 K 线，但是也基本上可以说9成9会出现，因为九转信号的一个出现呢，它是跟4天前的 K 线对比，4天前周线上它的 K 线收盘在这里，也就是说下周的 Meta 只要不是收一根这样的阳线，那么它就会是9号 K 线，所以下周那么 Meta 大概率会形成一个9号的 TD9 结构，升级九转结构。升级九转结构是属于左侧衰竭，而它呢和我们所说的股价下跌破前低有点类似啊，也是左侧看衰竭点的一种行为，只是它的名气会更大一点。那么当时 Meta 左侧下跌，这里也曾经出现过 TD9 神奇九转结构，它刚好是一个最低点，而市场出现上行，所以目前周线这里又将出现九转的形成，所以 Meta 周线关注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低点了。而从日线上已经出现了9，日线上出现9，我们要关注左边这里是一个大阴线，右边是9，所以正常在9后最好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K 线作为买点，我们直接去买呢就偏激进一点，最好有一个明确的阳线止跌啊去做买进，然后等待周线确认。那么像曾经的股价走势，这里是不是也是9后呢还略微再探了一下低点，走出明确的阳线上行或一波上行之后啊，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低点成立，而在一波上涨之后见到上涨9啊，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高点，出现暴跌，所以9的产生在 Meta 当中还是比较有效的，所以我们要去多多关注下周9的形成以及日线9的反弹力度。所以关于 Meta 的一个技术面关注，我们看这一点其实就 OK 了。而后在日线上它有一个支撑啊，那个支撑呢是上期视频阿哲所给到的，目前没有跌破，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翻看上期视频的 Meta 解析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走势啊依旧呢是在一个横盘区间之内突破之后的回踩。当前的这根影线产生，它呢也刚好是在左边这里多次有影线出现，也是左侧的筹码密集区当中去形成，所以这里呢将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区域。而后左边这个影线曲线的低点其实目前还没有被有效跌破，因为跌破低点之后啊，市场走势它是什么动作？它是一个长下影线，所以对于关键价位有一个长下影线跌破，其实不能算有效跌破，而指数目前是很明显被跌破了，所以当前来讲它依旧强于指数，因为它的下跌总是晚那么一步，那么说明多头在此之中的看多意愿还是强于其余指数和成分个股，所以当下又是一根长线影线，虽然没有之前那么标准，但依旧可以关注后续这里收一根阳线，对于右侧来讲依旧是看涨点。那为什么阿哲认为在量价关系上来看它是一个假破位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量价成分，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你会发现图表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黄色带啊？所以只要股价转为黄色带，你要关注了，它下跌反弹时就容易有压力，除非这个黄色带它不是很宽，像前期这里它也是个黄色带，但是很窄啊，基本上就是个横盘震荡的黄色带，所以很容易就涨上去了。而它这种下行的时候是比较时间长的下行，所以黄色带呢比较宽，股价反弹就遇阻回落，所以这个地方往往是市场在空方趋势当中的反弹目标位。而当前这一波下跌，它的量能是释放的，大家关注一下，它底下成交量是很明显的放量。那么昨天出现大幅高开而下跌放量，可以理解，有人追高，有人出货，那有人借此呢去换手，所以量能高
我们可以理解大阴线、大实体有大量是正常的，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它是一个小实体、长影线而又有大量，那么就说明很有问题。在下跌时出现了最高的量能来自于一个非常短的实体，它一般说明努力而没有结果。在威科夫的一个认识当中，这种下跌它其实是用停顿和支撑的一个信号，往往这根 K 线它的实体下沿将是一个支撑点。价格走势如果在这里能够有明确反馈，收一根阳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市场的反弹出现，甚至容易是一个反转的低点。所以当前这种量价之中长阴对的是短量，短阴对的是长量，这属于错位双阴，属于量价的背离。所以当前的走势说明底下有比较明显的抄底资金，而后市场下跌无法去跌破前方支撑，这也认为前方支撑比较强势，所以这里至少会有一个反弹行情产生，是绝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以上就是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下一部分我们将来到第3部分，有关于其他个股的解析。第一只标的是博通，博通目前的股价走势还是有点意思的，它的这一波反弹，它的一个力度比很多个股都强，而它的回落，它的一个力度是比很多个股都弱的，它的左边低点甚至都没有打破，所以当前的博通好像有点奇怪。那么资金上好像它不是很恐慌比平均的恐慌指数感觉还是要好很多的，从价格表现可以看出这一点。那么它是不是也跟我们所说英伟达有点像？回调时它的短柱对应的量呢是比较高的，它的长阴反而对应的是比较短的量，它也说明底下下跌时有人在承接，所以当前这里呢是容易产生反弹的。那为什么说它容易反弹呢？因为它是一个黄色带，那黄色带呢作为第一个压力位，那么黄色带的下沿是 351.023， 而它的上沿是 357.042， 从整体结构来讲慢慢的变得有点强势，所以这个地方那么它也可以算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参与的一只标的，一不小心可能还不止反弹，所以看上方飘带的一个压力程度。目前的博通跟英伟达一样，可以作为反弹时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们看到它是否会转为一个持续的绿灯，因为目前它是绿灯之后一直没有红灯所以它的一个调整力度是比指数很多个股都砍跌的。那么目前的一个下周周一关注低点支撑是 327.6， 跌破就会红灯，高点压力是 344.4 突破会有绿灯。而后看到下只标的是 AMD呢，目前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蓝色 K 线说明它是一个股价下跌时的短线超跌。短线超跌的个股一旦出现，我们可以在它的高点处做一个入场线。如果它的高点被收盘突破那么蓝黑消失，这里属于超跌的确认，那么超跌就会反弹它的飘带是不是也作为一个压力位？那么飘带的一个下沿目前是 237.238， 那么作为反弹第一目标，当然它得要止跌收阳线突破高点作为确认。目前下跌量能不断的释放实体呢是在缩短，所以当前呢反弹也是比较大概率的。那么在指数判断出反弹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个股其实也可以同步去做一些反弹的交易策略，只是不同个股你可能仓位分配不太一样。那有些个股比较扛跌的，你可以去放多一点；有些个股呢可能比较弱势的，那么相对来讲可以不做，或者说想要做也要少一点仓位，只做反弹。目前先只看短线反弹。我们看预测值，那么低点支撑下周一是 192.475， 突破那么将会成为红灯，那么高点的压力是 206.305， 收盘过去则是一个绿灯 K 线。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OD 它呢已经出现蓝 K 消失，那蓝 K 消失市场当中是一个黄带，那么每次蓝 K 消失蓝 K 突破都作为一个反弹，而目前的蓝 K 比较长，那么我们就很难说突破它的高点去看涨一突破可能就差不多就解完了，那一突破可能差不多就走完了。所以当前呢我们就看这个小 K 线被突破也可以作为初步的看涨。而它的左边这里有个蓝 K， 之前这里蓝 K 也被突破了，突破如果一旦跌破蓝 K， 那么就打止损，那么这一波反弹的筹码就要走。当然它是属于偏弱的因为它的高点是提前出现的，比指数它是提前出现了下跌反弹，已经是提前走出了环带，然后再跌破再进入一个环带。像指数呢是刚出现黄带，所以整体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像 HOD 呢就属于提前走弱。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04.7， 高点压力是 112.59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IMS， 它也是一种
弱势的表现，因为它的高点更早之前产生，它的黄带呢也更早之前出现，所以它是连续的几次黄带几次反弹都不创新高，而后创新低。那么当前的一个走势是跌破了170有效，曾经在回踩170我们是看多了一段时间，而目前是已经跌破170，而后飘带也走空。从波段中期来讲，它是一个超跌的信号，那么白 K 超跌比蓝 K 要更加的大级别，而蓝 K 之前是没有出现消失突破的，所以这些都不是买点。白 K 出现了，但是目前也还没有突破，所以整体来讲它有波段超跌信号，但是没有买点信号，等待绿灯去看反弹。它的下沿目前是 38.569， 这种标的目前肯定不作为优先做反弹的标的，靠它的预测值，下周周一低点是 33.795， 高点的压力是 35.90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PP 的话，它是一根比较长的下影线，而后下方的量能也明显比昨天的大阴线是放量的，是吧？而后左边是一个缺口，回补缺口有量能释放，并且有长下影线，所以说明这个缺口目前有多方力量存在，而后看反弹也是比较没有太多问题。整体来讲呢，它的左边这根大阴线低点是被跌破了，跌破有效，那么它不只看上方的飘带压力，同时这个阴线的低点也可以形成一个支撑转压力。飘带的下沿目前是 572.795 作为一个第二个压力。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484.44， 高点压力 525.12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Circle 也是跌跌不休，而后连续的白 K， 但白 K 它是没有买点，之前呢是连续的蓝 K， 但蓝 K 出现也是没有出现突破买点，白 K 接近更大级别的超跌目前也还是没有出现突破买点。前面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个释放但是这种量能释放之后呢是缩量，说明抛压在减弱，但是价格呢还没有止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还处于一种无量阴跌的状态，那我们就要等明确的白 K 消失，白 K 突破。当前呢是略微有点仿包，但是整体力度不够最好再接多一根白 K 消失 K 线，再收阳突破会更好。所以下周如果收盘价能够过这个白 K 高点 72.33， 大概率白 K 消失，然后产生买点。那么反弹就看飘带下沿，飘带目前的下沿呢是 89.388作为一个突破，作为股价反弹时的第一个目标位。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 68.735， 高点压力下周一看到 74.92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标的呢，我们看到 PLTR 是不是也是蓝 K？ 蓝 K 出现，而价格走势它离这个飘带是有一定距离，所以超跌的空间，而后反弹空间整体是有的。它是不是把左边的这一个区间给跌破了？曾经呢这里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也是个筹码密集区，突破之后没有有效跌落反弹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滞涨。蓝 K 之后的超跌反弹，它的买点不太好，因为呢大幅上涨已经是透支一定空间，直接来到了这个箱体上沿，而后出现压力再次回落，目前是跌破反抽再跌破，来到170的支撑，所以当前这里哪怕看反弹，它大概率走到这里将是一个强压力。之前区间的下沿，蓝 K 的高点和这个飘带也将会靠近，所以目前这里看反弹有空间，大概是蓝 K 上沿附近，而这个飘带目前是在 175.949这是几个位置。而我们关注一下预测值，第一点支撑是 145.93， 而高点压力是 156.48，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的股价走势是跌破170有效，而后中期长期那么是不是都是一个空方？那么当前的中期飘带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黄色带，偏空的话，它就是一个股价反弹只能够先做反弹，股价上涨那么靠近飘带就是风险，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白 K 超跌反弹依旧是飘带附近看压力，飘带的下沿目前是 285.36作为一个风险点，作为反弹的一个目标位，而白 K 还没消失，等待下周一仿包阳出现，然后等待它的整体股价白 K 消失，那么看反弹。我们看预测值，第一点支撑是 235.79， 高点压力是 250.75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re Way 跟 Circle 差不多，连续的白 K， 而后没有白 K 消失突破的信号，但是左侧买点是有的，然后我们目前看到飘带离得有一定距离，是 89.928， 这一次反弹是没有碰到，再次新低，
当下呢有阳线的产生，而价格走势还是要等一个确认的阳线会好一点，就是反包阳。这一波下跌到目前为止啊是没有反包阳的，超跌之后的信号最好的一个动作就是有反包 K 线的产生，这一天是阴线啊，所以不是。目前下跌一根反包阳都没有，所以有超跌但是没有止跌。我们关注预测值，低点支撑 68.435， 高点的压力是 76.06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它目前也是黄带，黄带就先看反弹，反弹到飘带附近就是一个压力点。再看到 OKLO， 那么这个个股它呢是刚经历了反弹，它在这一天周四的时候是不是借助市场整体的氛围高开了一下，碰到飘带而后回落，所以它是第二次的确认飘带为压力。之前这一次是跌破了飘带，然后出现超跌反弹买点，而后站不上飘带，飘带转为压力之后变成黄带。目前市场就是黄带之下，市场反弹就是风险，反弹就是风险，所以它是一个空方序列，低点容易被破，而高点是不容易被破，并且飘带也会有强压力。当下这里最多看个反弹，是吧？它也是放量啊，量呢还比较明显，所以看反弹，飘带下沿 105.234 作为压力。当前是一个空方趋势，而且是提前走空了一段时间的趋势，比较弱为指数，只能做反弹。好，低点支撑是 83.59， 高点压力是 94.505， 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股票是美观，那如果说哪只股票目前的趋势还是完好的，美观算一只，它呢是刚跌破2根 K 线。我们说一个趋势上行时啊，收盘价跌破2根时属于趋势的下跌砸盘，那么下跌力度是比较强的。像如果它的调整是连飘带都不破，而后出现了蓝 K 这种叫绝佳的回调买点，这股价上涨回调又是短线超跌，飘带又没跌破，这种就是绝佳突破买进的一个动作。而它的一个整体只要不跌破飘带都能算是洗盘，而它目前是跌破飘带，所以上砸盘它的力度比较大。跌破的第一天第二天，那么这一天为低点支撑，高点一旦突破则作为砸盘的买点。看砸盘买点的话，它就还是能够看新高，所以只要是紫色带目前就依旧可以关注它的回调买点，比黄色带的超跌反弹更加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当下呢，最好是收盘能突破212，而后做看涨点。这个看涨还是可以看到上方的高点附近的，只是中间再关注一下它会不会转压力，飘带 227.68 这里啊，如果有明显压力，那么后续转黄色带的概率也会变大。我们看到周一预测值，低点支撑 199.98， 而高点压力是 219.39 啊，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谷歌是不是也是紫色带？那紫色带就是上升趋势，大家在跟朱老师激活了我们的一个彩虹带之后啊，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目前究竟是强是弱。当前在市场是黄色带的时候，你的股票如果是紫色带，至少在趋势角度中它是砍跌的，它是比较强势的，是后续市场只要止跌反弹它就容易再走出上升趋势的，所以谷歌也可以关注。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激活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右上角卡片当中找到助教就可以去激活领取福利。当下的谷歌它也是高开低走，也是复线，复线后走运线，再次突破阴线的高点，我们就依旧看涨。它的高点是 306.89， 当前呢这个地方就还是存在一定的压力，但是不强啊，它这种是缩量的啊，缩量的这种复线相对的力度啊就还 OK 还好。整体飘带的上沿是支撑 286.818， 目前是保持绿灯不红灯，整体还是没有太多问题。低点的支撑 297.005， 高点压力是 306.605， 那保持绿灯突破会更好。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整体它也是一个紫色带为主，最近才刚刚转为黄色带，是超跌导致的黄色带，目前是蓝 K 加170的回踩，所以趋势来讲阿哲认为它还是处于相对的低位，前方是一个震荡区间的下沿，在这个区间之内跌到蓝 K 的地方其实就容易见到低点，这一波下跌到蓝 K 地方，所以这里我们认为亚马逊还是可以看一个震荡箱体下沿啊为一个买点为主。所以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低开高走，这里是个 IRK 线，IRK 线回踩170，所以这里有放量，这里直接作为看涨点可以直接买进。后面如果再出现收盘价突破它的高点 222.21 并且是放量的，继续也可以加仓。而飘带离得还是比较远啊，所以这里 234.929 作为一个反弹的压力位，所以到时候看一下这个反弹力量啊是否能够轻松站上，如果可以就依旧还是看涨，否则就先看反弹以及箱体的形成。我们看到预测值，它的低点支撑是 217.935，
高点的压力是224.96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下只股票是 AAPL， 是苹果。苹果目前是在飘带之中为紫色，所以整体也是扛跌比较强势，并且在飘带内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那么它的止跌行为是比很多市场的个股强的。周五呢，很多股票是下影线，它呢直接是低开高走，就是一个 IR K 线，所以这里也是放量，跟亚马逊一样构成紫色带这里的买点。所以苹果在我们周五的时候直接构成一个买点，那么防守位就可以设在这一根 K 线的低点，收阴跌破做止损，否则向上看，因为是止飘带，所以依旧看新高即可。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268.58，而高点压力是276.2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OUN， 那么 SOUN 它是不是170刚刚破位，然后反抽一下确认了它的压力，所以170目前涨定跌破有效。它有一根长下影线和连续白 K， 当下的市场可以看反弹，但是趋势已经有所走坏。目前170和我们的黄带下沿是比较靠近的，到时候反弹时这里是个双重压力。170目前在 12.423， 黄带下沿是 13.163， 所以这里是一个强压力区，要小心反弹，这里是只能做短线的。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 10.66， 高点压力 11.78。黄色带的股票目前可以看反弹，但是仓位比较重。紫色带的话呢，找回一条买点，然后仓位可以多一些，这是黄带、紫带的一个区别，这种叫顺势交易。而你在黄带中去买反弹是逆势交易。以上是11月22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